可把我给吓坏了。尿了？擦个心儿就尿了。你咋就做我妈大个胆子了？迎着他刀就上去了，这要是撇下来，打架呀，得讲究个气势。你琢磨琢磨，他要是想弄死你，你就跪在那儿叫爷爷，他也弄死你；他要不想让你死，你咋的都没事儿。应该叫个啥叫？韩建东，进来一下。干什嘞？去来一下嘛。不好使。又错。确实。座ってくれ。队长让你坐。等什么呀？队长让你坐啊！快坐吧。今日はなぜ日本の馬が中国の馬に負けたかを聞きに来た。队长说，想听你讲，为什么会输给你？东洋马不可能跑不过中国马的。水土不服。你能不能讲的具体一点，好不好？这东洋马呀，是好，但是那只是在东洋，这儿是中国。打个比方吧，你像我们中国，分为北方人和南方人。这北方人呢，大部分比这南方人呢个儿大，按理说这干活应该比南方人有劲儿，干得多才对。但是他一旦到了南方，不适应。先说白天呀，这空气湿度大，这浑身全是黏黏的，老出汗，所以这人一出汗，这身子就发虚。到了晚上也是，屋子里潮，睡觉睡不好。等一等，我还没翻译呢。中国の馬に勝てないのは、ああ、いい。はい。続けて。没礼貌。说到哪儿了？啊，睡觉。他睡觉啊，他休息不好，所以就没精神。再说这吃，这北方人呢习惯了吃面食，到了南方只能吃米，所以他吃的也不习惯，他饿得慌。所以说，你看吃不好，虚，加上睡不好，他干活哪有劲儿啊？这马呢，大概也是这样。首先，他在东洋吃的草、喝的水，到中国全变了，他也不习惯，所以他跑不快。就像这个农民，他一没劲儿，他就耕不了地。这刀客要是没劲儿，这出刀就慢，所以这马要是没劲儿，他就肯定跑不快。翻译。
孙子兵法》，他要看得懂中国书，他就能认得中国字。他认得中国字，他就能听得懂中国话。他要能听得懂中国话，那白天当着人，他还装模作样带一个翻译，这家伙太阴险了吧？咱得找个机会去试试他。しかし中国の当客というの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な。あいつは我々が中国では支持されないと暗示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まあ大方そんなところだろうな。だが彼の言うことも一理ある。将来ここを占領するためには彼らと親交を持った方がいい。彼らの考えをより深く理解できる。きちんと向き合って理解をし合えば必ず役に立つ。しかしあいつはそんなに頭が悪そうには見えませんでした。当客というのは普通の人間よりもたくさんの物音に触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ぜ私がこんなに奴らのことを興味があるかわかるか。あいつは3歳で当客になった。私は5歳で忍者となった。なかなか面白いじゃないか。哎，这是本啥书？啊，《孙子兵法》呀，是春秋时孙武写的一本兵书，专门教人打仗。教打仗？哎，好。他打仗都要看咱祖宗的书，那说明这书肯定特别厉害。你想办法给我弄一本，还有，顺便告诉咱那帮兄弟，都踏踏实实的耐心候着。候着？候多长时间？也许一阵儿，要么到死。反正这回我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出头。那咋解释？这个时间耽误不起呀！你看这个飞机每天飞出去飞回来，那飞机上全带着炸弹，万一把炸弹扔到中国人头上，不得又死多少人了？咱要是冒冒失失就出手，万一死了，他就不扔炸弹了。哎，小爷，你这个现在跟以前像换了个人一样，啊，又懂大道理，又能沉住气，你这是咋的了？你知道这个瘸子队长他是谁吗？谁？就是他，当初炸的咱潼关的重炮阵地，连万子清和马队长都弄不了的人，我能轻易的弄得了？我这胆子小是胆子小，妈我给你看好了，省事跟我结账来。要不你跟皇军说说，把钱给我就走了，一家老小等你下锅来。你闭嘴吧！这皇军待咱不错，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还要干嘛呀？你老回什么家呀？回家就过那糟心的日子，在这待着挺好。那是因为你没有家。别老说那个啊！你天天说那个，人家哪天知道，把你家给弄没了，你信吗？你咋就总是说这些废话？这我真好奇，你做的那个手脚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精确地计算过，算上那颗螺丝的磨损度、膨胀度，以及皮带上的那个裂口，应该是在工作10到15个小时之间才会发生的异常情况。而10个小时之后的维修保养，不在我们这个班子里。你真聪明。哎，这边，长官，马病治的怎么样？啊，都治好了。哦，听说你想这场走人？啊，那不是当时说好的吗？我给你治病啊，50块钱，10块是你的，40是我的，对不？ 50啊，别想了，队长很赞赏你的艺术，你留在这儿吧。啊？不，那这我带手回去了。哎，你不是说一家老少当米杀锅？要是你真的想这样啊，好，我们可以把你的家人一起照顾起来。放心，我们对他们不会怎样的，需要吗？需要，随时找我。叔叔，刚才咱说的话，是从那狗日子全听懂了，要不然咱就会派这个翻译来了。这个孙子，是你祖宗！这一定是杜兰勇干的。现在是真后悔我没读过书啊！这后悔是我读个书，我是个读书人嘞。不一样，人家读书是跟日本人对着干，你只能当点汉奸。これはただの事故です。心配はいりません。あれは事故なんかじゃない！誰かが仕組んだことだ。検査記録によると、時間からしてドゥーランユンとは何の関係もありません。あのドイツ人、あいつも怪しいぞ。明日からあの二人徹底的に張り付いてけ。警備の数も増やせ。今後基地内に知らない人間が来たら全て私に報告しろ。これ以上基地内に品人を増やすな。
三叔，三叔，别吵，你怎么才回来呀？大伙儿都等得急死了。就是。哎呀，小胖啊，又破了啊！别吵。哎呀，王小豆，来喝点水。我哥咋样？这都好着嘞，好着呢。都好着嘞，大伙儿放心吧啊！什么时候动手？大伙等的都火烧屁股。来，坐下。这都让我告诉大家，现在鬼子的防守很严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让大伙儿不要急，还让大伙儿做好长期守候的准备。长期是多长时间？10天？1个月？那要10天1个月，能叫长期啊？那是多久？8年是他，1年也是他。哎，你就等10年也是他。这么长时间？10年啊？10年，我看你这等不到啊！还有个小情况，这个杜郎勇也混进鬼子机场了。啥？而且还雇到下一架鬼子兵的飞机。你们说这厉害不厉害？这可以啊，这个。但是啊，那杜郎勇让鬼子宪兵给弄走了。啊？这。来看，杜兰勇回来了。那看来就是没事了。This is the stupidest thing I've ever bloody heard in my life. Give us one day to do all these things right now. That is stupid. We cannot do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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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回事啊？自从上次的飞行事故之后，他们要拿出3天时间对机场维修，其中1天留给我们修发动机，1天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完成，除非不吃不睡。你们这帮人疯了！你必须执行。1天的时间确实是太紧张了，不过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的，请放心。你疯了吗？为什么要答应他们？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你说好机会？相信我。美人计、犯奸计、空城计、莲花计、36计作为上计。哎，这就是36计。趁火打劫，声东击西，这他娘的也算兵法啊？这个不是《孙子兵法》啊，这是后人按照《孙子兵法》写出来的36计。你咋早没跟我说过这些？那早你也没跟我提嘛。用咱老祖宗的方法治咱，娘的一治一个准。多少计来着？36计。行，从今天起，你每天给我讲1个计。那不得讲1个多月？没问题。今天想听哪1计？擒贼擒王，这一计对我心思。擒贼擒王啊，没问题。以后你别管我叫小爷了，改个名儿，我得叫孙子。孙？时时刻刻的提醒我，这《孙子兵法》
还有，在这儿，咱就得装孙子。这算37集。哦，那我是叫你松子啊，还是叫你怂子？当然是松子。我走呀，松子。马夫。哦。给我们备2匹马。哦，哎，马夫，赶紧的，来！你出来帮我牵马。飞机是你弄起来的吧？一猜就知道是你。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你老干这事儿，你让我们这帮大老爷们只能往后丧。我告诉你啊，这里那个守备队长不好对付，平时别老往这瞎跑。我知道。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你答。我是想问你，在你心里，我跟炸鸡场哪个更重些？一定是炸鸡场。你有主意了？只要是能把机场给炸毁，不管做啥牺牲都是值得的。在我心里，把你、子清还有我达加在一起，跟炸鸡场比的话，那也是炸鸡场更重些。这就像当时你哥拿着枪指着你打脑袋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的。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让给我行吗？你刚才不还说有我这样的女娃，让你们这些男娃都臊得抬不起头吗？咋又不服了？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可这事儿啊，不是随便拉个人就能干的，每个人的使命不同。我要是真能把机场给炸了，为了守潼关，为中条山的将士，为国家完成这件事，就算我死了，我也是笑着的，你也应该为我感到高兴。你赶紧离开这儿，带领你那帮弟兄去找马队长、找子清，到战场上去，干点你们能干的事情。这边就交给我了。杜兰云的一席话虽很刺耳，可方振东还是听进去了。甚至他对杜兰云产生了几分敬意。是的，为了炸毁机场、保卫潼关，谁死都可以。刚才跟杜兰云你们都说啥了？双子，咋急了嘛？你说句话嘛！马夫，杜兰云来了，快！马夫，哎，来了！啊，来了！啊，稍等，骑回来了啊！哎，好瞧，这马一说的喊了。来，你不管，来，啊！咋去了嘛？你跟郑东你说啥了？没说啥。那他不高兴了。你这样吧，
你下次你起码你别带那个男的来，扯劲儿来。多兰云小姐，哎，来了。记得啊。这个杜拉勇好像也不大对劲啊。他怕是真有什么主意对付机长了。你这2天留心听着点儿，这日本人都说什么？杜兰勇跟你说啥了？他想让咱走，把这留给他。啥？咱不能走，得守着他。万一出点啥事儿，有个照应。就是嘞，咋不能走？咱们来干生的嘛。这样大的事情，交给个女娃娃做，后生男人要臊死嘞。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你提出来的方案，但是一定要确保安全。为了把你们送进敌人的机场，组织可没少费周折，包括同德共方面的多次协调与沟通。我会在行动之前考虑好所有技术细节的。在行动开始之前，还需要再次向组织汇报，等组织确认之后，你们再开始行动。这个是我行动之前所需要的东西，你找个地方把它买齐。好的。君はシルベローノか。ああ。私も陸軍中野学校の卒業だ。築山長官もですか。23期生。先輩、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忍びの者が守備大隊隊長か。大したものだ。言いたまえ。私に何か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では先輩なので単刀直入に言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先ほどおっしゃっていた1日で全ての戦闘機のエンジンを点検す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は私の守備隊としての一意見ですが、いささか乱暴すぎやしませんでしょうか。万が一集中して飛行機の整備点検を行うというのは空軍本部の命令だ。逆らうことはできん。やめろ。君の言うのは自分の任務に自信が持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自信が持てないのではありません。責任の重さは重々感じております。ただ失敗が許されないのです。君は考えすぎだ。忍びの者であることを捨て守備の任務につけ、特務機関であるまい。もう少し楽にしたまえ。できません。武士が一度気を許せば、それはすなわち命を落とすということです。ここは内地ではありません。誰もが敵になり得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です。見たところ君の先行はここから来たようだな。よかろう。この話はもうおしまいにしよう。他にないか。ありません。ですが先ほどのこと、軍部に上奏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それはできん。もし君が守備の任務を重く思うなら、それに見合う準備をしたまえ。まさか空軍本部が君のような守備隊長に任務を合わせるとでも言うのか。やめろ。帰国したら君に築山家の刀を一振り送ろう。これはしまっておけ。ではな。大佐、空軍との話は有意義ではなかったようですね。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しかし
我々の任務は飛行場を守ること。それ以外はどうしてもできません。上は何も分かっておらんのだ。クソどもが。藤本君。はい。君も任務に帰りたまえ。待て。佛了，那瘸子佛了。他心里肯定是有事儿，知道怎么对付他了。咋去对付他？36计，擒贼擒王。我得让他成为我在这机上的同行者。谁？史床？这怎么可能？我得先跟他成朋友。然后再跟他拜把子，跟他拜把子，锁子啊！你这脑袋里咋去想的？只要成了朋友，我就知道他到底是个啥人，我就知道他咋炸的咱重炮阵地，他炸阵地之前他藏在哪儿。这个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吧。你看着。没事儿啊，他不是冲你，他肯定是心情不好了啊，他把火都发你身上了，他肯定是想家了。你跑得不错，啊，你想啊，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挺不容易的啊，你可怜可怜他，别跟他一样。谁说我不高兴了？我问你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你说啥？谁说我不高兴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家了？你会说中国话？陪我走走吧。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这把刀吗？那是因为我也有一把和你的把很像，可惜我留在日本了。那是我做忍者的时候用的刀。你3岁被师父抱去当刀客。我5岁被送去当忍者。这忍者是干啥的？
和中国的刀客很像，只是不为有钱人押镖，而是替有钱人去杀人。这要是在中国啊，应该叫杀手。也干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获取情报、窃取贵重物品。那你咋来中国了？当兵可以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家是给50大刀的家族有600年了，现在配刀的人少了，家里的日子不好过了。看来甭管哪个国家的穷人，下场都一样。你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吧？对，在东北待的时间最长，5年。5年呐！中间没回过日本？没回过。你没成家呀？哈哈，娶谁呀？你娶亲了吗？穷，吃饭都吃不饱，还哪有钱娶媳妇儿？你们中国人太有意思了，没钱人娶不成亲，有钱的人能娶8房太太。我还见过活人嫁给死人的，你们中国管这叫冥婚，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哈哈哈哈！我去年在潼关就看见过一个女子和一个死去的男人结婚，场面好隆重，所有的人都在街上看热闹。怎么没有看见新郎官啊？新郎官早已死了，这叫冥婚。那他不但学会了中文，他还去了潼关。那个时候，我们在干啥？在粮站？对，麦香跟我冥婚的时候，咱俩就在粮站，没错。你说这日本鬼子那个时候就学会中文了，还就已经到了潼关了。你说他们得提前多久做准备呀？去侦查，去摸地形。他说不定还吃过我娘做那肉夹馍呢。就更别提后沟那几门炮，能找着，能给他炸了，这一点都不奇怪。这帮家伙是有备而来呀！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说他们跟咱有多的仇啊？花这么多心思去算计咱。哎，你就像我跟万福泰当初，我们两家有仇，我算计他了，我承认，那我也就弄了个商会会长干干，还是个名誉的。我没要他命吧？还是因为他事先害了我娘，让我们俩没过上好日子，我才算计的他。那你说这咱也没算计日本人他娘，他干嘛回头算计咱呀，害咱呀？还是说他对谁他都这样？他好像是跟谁都这样。当年跟俄国人打仗，他也是这样。这帮王八蛋就是他妈欠干，不打仗他们不舒坦。行，这回我就让你好好舒坦舒坦。カバンは来てください。
はい、クイゲ。关兵，再用力一点，好不好？这两天机场不大对劲了，加了双杠不说，换杠也轻了。我感觉到了。是不是这个石村闻着什么味儿了？要不就杜兰云有啥动作？也不知道杜兰云发现这个情况没？哎，瘸子是炸在重炮阵地的指挥官，这个你给杜兰云说了没？没。你还听说啥了？那两个养马的日本兵叨叨咕，说是哪天来着，有个全天姐妹，说飞机上要许有什么重要节气来。离开机场，最晚不要超过明天晚上。那咱明天走不走？不走，一炸那可就啥球都不剩了。也好，落个干净。可我总怕是没弄干净，把我炸个半死。就像我杀的那只鸡，头都没了，还冒着血满院子破头。哎呀，我现在才知道这等死的滋味真的不好受。啊，对了，梅香来了。他来干啥？杜兰云说，在生活区看见麦香和一帮洗衣服的在一起。你赶紧去告诉他，让他别来。我操不起这个心。你说的是那个瘸腿的鬼子啊？就是他，就是他，这回炸毁了咱们潼关的重炮阵地。我娘就是他害死的。这个仇是一定要报，可现在时机没到呀。往后你可千万不敢再随随便便去机场了，这要让他把你惹出来，可就出大事。那他要
不认出我哥咋办啊？别发现他没认出来。你盯着啊，不要让他再去结城。好，杜小姐，我希望你考虑清楚，这件事情很冒险。如果您能明白中国人有多恨日本人，潼关人有多想把那个机场给炸了，你就能清楚什么都阻止不了我。愿上帝保佑你成功。一定会的。就在杜兰云准备行动前，方振东潜入了他的房间，拿走了自制炸药，使杜兰云躲过一劫。老仔，矢村だ。ドゥーラインだと？危険物を持っていたのか？すぐに尋問室に連れて行け。そうか。同時に彼女の部屋も家宅捜査しろ。正面からがまだ弱い。あそこの防衛体制を整えんといかんな。左翼からの敵はなんとか対応できても正面からの。Hey. なんだ Miss Du is here to fix the planes. I invited her. She's also a friend of Japan. So why have you tied her up? In this case, it's not simple. She stays here until we check the airplane. I wonder if your work would be much more. Now, I hear that you German love beer, but I don't like. So, how about a cup of tea with me? I would rather drink my own piss. お茶は嫌いか。听我说，这个杜公不会有问题，他哪能有证据呀？没证据，杜兰云就能安全？咋的？你还盼着有证据啊？哎，你把那东西藏哪儿了？在马棚里藏东西，你说能藏哪儿？不会自己就炸了吧？放心吧，那地儿潮。轰炸已经结束，我方没有伤亡。明白。哎，师长，学生军到中条山已经几个月了，我们每天除了军事训练，就是躲避轰炸，孩子们情绪很大呀。我明白，可是什么时间呢？是。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老生常谈呗。报告连长，所有科目训练完成。很好，下午军事训练课，时间不变。
请问连长，您现在有时间吗？有啊，班排干部们想和您见个面。我去一下。走吧。哎，不用起来了，坐吧，坐吧，坐吧。哎，我知道你们想说啥。不瞒你们说，我刚刚跟师部吵了一架，但还是没有要到具体的作战任务。你们也都看到了，这几个月，师部就没怎么正面和日军做过战。说，我们放弃了学位。一腔热血地从西安奔赴中条山，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就不怕牺牲。可现在，我们天天除了被鬼子的飞机轰炸、跑步出操，就没啥事儿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总是守在这儿。还是我说吧，万连长，我们都知道你有个弟弟叫方振东。听说他和马队长分手后去了机场，是有这回事吗？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但他分手前确实说过。他是晋绥英雄，他在山西的英雄事迹我们都知道，大伙儿商量过了。这是我们的请战书，全体战士都签了字。我们想让您把这请战书交给师部，让您带领我们去攻打鬼子的机场。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炸了鬼子的机场，我们的军队才能在中条山上立足。炸了鬼子的机场，我们就能拖住鬼子跨过黄河的一条腿。即使炸死在机场，也总比这么等死的强。希望万连长能成全我们这番赤子之心。我表个态，我会尽快把这份请战书上交师部。我也会立刻派人去找方振东了解情况。如果打中条山确实需要我们，而且师部也同意，我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带大家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组织上很了解你此刻的心情，虽然任务没完成，可是你能安全地度过这一关，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上级明确指示，进攻机场的计划停止。你和冯尼古特的情报任务也暂时告一段落。还有，对于那个方振东，以后不管有什么情况，都不要再和他见面了。长官，你别拉拉扯扯的，来看见有人，这多不好，这是。兄弟，你干什么，长官？手表呢？什手表？手表呢？什手表？哎，手表呢？手表？什手表？你想死？手表呢？啊？什手表？什手表？手表不给我，咱俩的事没完。这白天，这是咋了？哎呀，不要问了，丢人。你说说，
这不是咱们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吗？一点进展没有，我这心里头也急。我就想着，能不能把那个翻译，我把他拉进来，多少给咱帮点忙来。咋了？我不是也当过翻译吗？我就想给他点好处啊，套套近乎，让他说点里头的情况嘛。可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就给他看了看我那块手表。谁想到这个家伙看了手表以后，里面的情况一点没说，成天就围着我争执我要那块手表，这个汉怂！净说我这小聪明，一块破表就能拉过来啊？你看那小子，他像好人吗？这不用说了，我这不也后悔了？以后你这种小聪明你别耍啊！咱好不容易混到今天，你多亏没把他拉进来。他要是真进来了，咱俩全得死。我又不傻，我啥都没告诉过他。小燕，今天那个家伙万一真开了枪，你会不会帮我？不会。今天换作是麦香、杜兰云，就算我娘来了，我也不帮。上！上！这马几天不骑，它就认生了。这些马的毛色比以前亮多了，看来你的方法的确有效。你读过书吗？我不认字儿。你什么时候学的中国话呀？说的还挺好。7年前吧，我上军校在班里的时候，就学中国话，吃中国饭。你上学为什么要说中国话呀？就是为了到中国来认识你。谁呀？你找谁啊？胡进才是住这儿吗？你是他什么人？你就是麦香吧？你咋认识我啊？你谁啊？我这儿带了一封万子清的信。进屋说。我觉得这倒是个好事儿。那万子清毕竟是打过仗的人，他要是能来，肯定能帮上老大忙。我也这么想。哎，要不我明天就进机场，把这消息告诉他。不行，胡进台都说了不让你去，你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万子清等消息呢。那等胡进台回来再说。等到什么时候？他10天半个月不回来咋办？把这么大的事儿不就给耽误了吗？行了，
明天我就进机场。感冒了。啊！我感冒了。梅香，这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咋去就不听话来？万子清带话了，他们要帮我哥打机场，你问问我哥需不需要？哦，你赶紧走吧。結構魚がいるんだ。これぐらいのものを結構釣ったな。僕の村でも昔はこのぐらいの大きなものが釣れてなかなか美味しかったらしいですよ。確かな、もっと大きなやつだな。どうしました？あ、いやいや、それでな、もっと大きなやつをな釣ろうと思ったんだな。では孫子兵法を教える。日本の武将の中で孫子兵法のことを重要視したのは武田信玄が有名だ。風林火山の旗印は知ってるな。早きこと風のごとく、静かなること林のごとく、侵略すること火のごとく、動かざること山のごとし。これは全てこの孫子兵法から引用された言葉だ。孫子兵法を知っていたのは信玄だけじゃない。実は家康も知っていたんだ。你说的是那个瘸腿的鬼子啊？就是他，这回炸毁了咱们潼关的重炮阵地。这么说就是他害死我娘的。站住！家康が信玄に負けた時、彼が取った方法が孫子兵法の空城の計だ。空城の孙子开始！孙子开始！
全員後ろ向け。交战，都转过去。彼を残して全員返してよし。他留下，其他人走。走走走走，快点！お前も帰っていい。はい。很遗憾，我在潼关作战的时候，看见一对夫妻对我们做过侦查。我记得很清楚，可那个男人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虽然记不住他的脸，但我能记住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和你一模一样。你绕了那么半天，你不就是想说，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我吗？不是你，那是谁呢？不是。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还真没去过潼关，因为潼关是在黄河那边。我只在甘肃做刀客。你要不信啊，你去打听打听，这做刀客的有规矩，不能上人家地盘那儿去抢营生。
这犯忌讳。说的有道理，可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不是那个男人呢？难道说你还有一个孪生兄弟？那你要是不信，那我说什么你也不信啊。我有个办法，能帮你证明你不是那个男人。为了让我相信你，给他一刀，因为我相信，天下没有哪个男人会对自己的老婆下手。跟人家无冤无仇的，我凭什么捅人家一刀啊？啊！我连他都不认识，他是谁？我干刀客的，我这手里头命就够多的了。这在中国犯忌讳。那你说你怎么做才能让我相信你？你咋就能够扎那一刀？我咋就下得去手了？咱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不能轻易就这么算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只要是能扎了这机场，不管是麦香的命，董兰云的命，就算我娘活着，我也活得出去。麦香能懂，将来我要是没命了，你得想招把这机场给我弄了。麦香在刀客堆里出来的，女中豪杰，还有那个德国人冒着危险把咱麦香送医院去。你放心吧，我手里有数。お前たち一人一人の命で敵10人の命を倒せ。あったか。はい。わかりません。おい、なんだあれ。全員待機。发生什么事了？不得了了！昨天这个人一回来，可就不对劲了。等到晚上来了，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唱又是跳，那嘴里头就就跟那个姑娘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哎呀，我也是从小就听过这么一回。叫鬼上身，
可是半日下。喂，他在哪里啊？他在我里头。啊？说呀，这把哪去呀？我现在里头缺水，好不容易把那鬼缺出来，嘣儿跑到娘身上去，那就再出不来了。这种晦气事，离他远点啊！我们走。风，你可算回来了，怎么样了？啊？我刚从医院回来，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谢谢，真的是太谢谢你了。那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你别忘了，德国和日本都是轴心国，就一个无辜受伤的小姑娘，谁也无话可说。我只是很好奇，你和那个马夫不是一般的关系，他也是组织派来的吗？他是我弟弟。你弟弟？你怎么会有一个当马夫的弟弟？不是亲弟弟，但是比亲弟弟还要亲。我们从小一起在潼关长大。哦，他的哥哥就是万子清，你应该认识。万子清的弟弟是亲的吗？同父异母。那他来干什么？也是来炸这个机场的。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不想把这个机场给炸了的。你刚才救的那个小姑娘就是他的媳妇。完全搞不懂。总之能帮到你们，我很高兴。啊，对了，我刚才在医院里还见到一个人，他说他叫什么草？马鞭草。啊，对，马鞭草。他说只要对你说马鞭草，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真是搞不懂你们中国人都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会明白的。樊建档，队长让你过去一趟。樊建档，听见了没？我就是个养马的，不认识什么队长。哎。ただ似てる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ね。似てる。あまりにも似てる。まだ奴を疑っているんですか？正直自信がないんだ。軍に入って5年間、私の鼻は利かなくなってき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る。ここでは不思議な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るからな。奴はただの盗客です。忍者ではありません。読み書きもできない、ただの盗客です。考えてもみてください。もしあの女が奴の夫人、いや夫人や親しい人で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ましてやどんなに残酷であったとしても、忍術を会得した人でなければあんなことはできやしません。大佐は長年修行してきました。普通の人なら耐えられません。その通りだ。普通の人なら到底無理な話だ。だが奴は盗客だ。人を殺したこともある。人を殺すことに盗客は慣れている。
そこが引っかかる。しかし当客といえど親しい人を殺すには英雄的な勇気が必要だ。英雄？読み書きもできない馬飼いがですか？忍びの極意は心を消すことにある。隊長、何と言っていた？あいつ自分はただの馬飼いだから隊長のことを知らないって言うんですよ。そうか。下がっていい。今天这个翻译来找你，一定是失措的意思。你那一招我看懂了，欲擒故纵。可我想，这样你会不会少了个机会呀？不会，换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作为朋友，是他不信任我，从心理上，他现在是欠我的。大佐、そろそろ休まれた方が。もう当客のことを考えなくても我々にはまだやるべき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うだったな。ただの当客に心を使いすぎた。私らしくない。ドゥーラインはどうだ？しっかりと見張っていますが、今のところ異常はありません。引き続き監視を続けろ。あとドイツ野郎もな。はい。あとファンジェンドンには明日これを返してやれ。马振东，喂，马振东。持ってけ。持ってけ。师部回来了，半个小时后召开联排级干部会议。那我们的请战书是不批了没有啊？请战书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东方介说8九不离十。8九不离十，8九不离十了，8九不离十了。喝水自己倒。我走这几天，士兵有伤亡吗？有2个得了疟疾，已经送医院了，其他训练一切正常。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请战书不是批下来了？我从你脸上看不到一点高兴啊。自打我知道要带学生兵进中条山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开始煎熬。
没打仗之前，我是烦心。这师部批复下来，我就更加煎熬。你我都清楚，带这帮血气方刚的孩子去打戒备森严的日军机场，结果是啥？从这个层面上，我宁肯师部没有批复。可你没想到批复下来了，还给了咱们这么多武器和装备。不，我想到了，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三军是正规军，但都不是陕西兵。我们去打机场，打下来很好，打不下来，损失的是这批陕西的虎血，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一点也不会心疼。这不是38军撤防中条山的唯一原因。38军和共产党走得太近，委员长不放心。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准备准备吧，快到开会时间了。你说我该怎么面对那一张张笑脸？怎么面对那一颗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我们一起。在这里做什么？我带他出来吃点嫩草。全て軽傷で骨折などは見られません。おそらく軽い脳震盪でしょう。ああ、一番いい薬を使ってくれ。さっきの鎮静剤でもう少し眠らせておきますが、もし何かございましたら私を呼んでください。分かった。はい。我要进去啊！我的朋友在里面，他摔了一下，他就我去看看啊！来喽！你不要乱动。
谢谢你，救了我，是用舍己为人的方法救了我。怎么样了？头还晕吗？我没事，我回去了。哎，今天就住在这里吧。刚才君毅说你还不能走。这些是我最爱吃的，吃点吧。这生的能吃吗？当然能吃。怎么样？好好好，多吃点，多吃点啊！这个很好吃啊，多吃一点。你今天的情绪不错，是不是组织上有什么新任务了？是。我们已经度过了休眠期，可以重新工作了。工作的重点仍然是绘制机场的平面图，搞清鬼子的人数、布防以及换岗时间。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设法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让飞机无法起飞。那么就是说，你们国共两党要联合起来，一起把这个机场拿下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最难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攻打的那个时间节点上让鬼子的飞机飞不起来。要是1、2架还好办，要是10几架同时不工作，那就太难了。可是这件事情只有我们2个人可以做。那把刀是真正的日本武士刀。那幅画是我们日本的富士山。你别老伸手。你看得见我呀？我能感觉到你。你练的这是什么功啊？忍术。你5岁去学忍者，练的就是这个？是的，我从小就练习忍术。忍术还是从你们的《孙子兵法》中演变而来的。那孙子是谁呀？你们中国2000多年前的一个军事家。我们老祖宗还是有能人的。只是现在中国人不记得了。你给我讲讲你练的这忍术吧。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那你就用我能听懂的话说。忍术是一种锻炼人意志、挑战人生极限，把一个普通人变成精灵的方法。精灵？那就是说，练完忍术的都不是人了？可以这么讲。学习忍术的人就是忍者，真正的忍者可以练得无情、无义、无牵挂，不为世间任何诱惑而行动。忍者可以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饥饿、寒冷和亲人的生离死别。这跟我们刀客也差不多呀。风餐露宿，拿钱换命。这么说，我应该算得上中国的忍者了吧？真的，我一生下来就无牵无挂，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那么举个例子说吧，如果你是忍者，即便你真的是那个姑娘的情人和丈夫，忍者就可以做到毫无心动，冷酷无情，而不像你吓得被鬼魂附了体一样。睡觉吧，你今天受了不少惊吓。你怎么不睡？睡着呢。刀客是坐着睡觉的？我们刀客睡觉都坐着，我已经这么睡了20多年了。太有意思了，我坐着睡觉也快有30年了。从我5岁去当忍者去，看来忍者和刀客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你们忍者有点像独行侠，独来独往惯了。你们刀客呢？刀客是一伙子兄弟，讲究的是兄弟情谊。就像今天我救你，刀客可以为兄弟去死。我喜欢你们刀客，我们可以成为兄弟。爷跟你一宿没回来，我就一宿没合眼。俺想咋样？伤口已经往好了长了，抹了从潼关带来的杜先生的药，已经开始长肉眼了。那别错说。这笔账我先给他记着，慢慢算。先跟他拜了把子再说。你要跟他歃血为盟？办事儿。哈。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咱都没拜了把子，啊，你这就跟他拜把子了？咱俩不用，咱俩天生是兄弟。啊，你这心里还真搁得住事啊！我查了一些资料，如果航空汽油被稀释了，在原理上发动机是无法工作的。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呀？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说点别的吧。你那个养马的弟弟太厉害了，自从他救了师村以后，我看他经常出入生活区，那个翻译也不再盯他了，还时不时的跟日本兵打招呼，一副憨憨的样子，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最了解他了，看着憨，其实一点都不傻。他如果能和师村真正成为朋友，就可以自由地出入机场。他能想出来的那些办法，是我们这些读书人永远都想不到的。你的未婚夫万子清现在有消息吗？听组织上说，他们第5集团军也在准备攻打机场的方案。在你们中国，什么事都能发生，这也是我愿意留在这儿的原因。什么意思啊？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一群刀客紧密合作来炸毁这个机场，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我一点也没觉得有意思，因为万众一心，我们都是中国人。喂，王振东，今天跟我出去跑一圈怎么样？我这干活呢。おい貴様、こいつの代わりに残りを全部やってやれ。はい。走吧。
你这有意思，还真的把针带来了。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练忍术的时候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我想试试，你别蒙我呀！哼，你真是一个认真又诚实的人。刀客都这样，我相信你们忍者也应该这样。可以开始了。你没有人，我怎么能听得到？我听到有一根针落地了。又有2根针落地了。行，确实厉害。你是除了我师傅，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会真功夫的。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这只是忍者天生的小伎俩。忍者还可以易容、隐身、锁骨、辟谷、刀剑行走、水底憋气，还可以土洞藏身。你这功夫练了多少年？在中国这几年，练得少了。你们家原来是做什么的？世代打刀，有600年了。打刀？那你干嘛还当忍者呀？因为我下面还有4个弟弟妹妹，在日本，只有穷人才去当忍者。咱俩一样，刀客也这样。不过你比我好，我是从生下来就不知道爹娘是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虽然练了这么多年，可每当想起我母亲的时候，还会心就常常在梦里梦见她在火炉前打刀的样子。你做这么多年忍者，有没有失手的时候？就是过不去的坎儿。这是我一生中的耻辱，也是一生的荣耀。那个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真正对手。我记得他叫万子清。是个中国人。是一个中国的军人。中国的忍者？中国哪来的忍者？很可惜，后来他被革职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去年冬天，我一直在苦苦地寻找他。他当时是潼关最高的军事长官。此前我对他做了大量的情报调查。为了找回潼关的重炮阵地，我走遍了潼关的沟沟坎坎、大街小巷。可当我带着部队潜入潼关以后，很快就被他发现了。他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按兵不动，将我诱入他的圈套？直到今天，我
都没有想明白。最终，我的分队几乎全军阵亡，只剩下我们一个3人战斗小组，像只被追杀的狼一样隐藏了起来。你不知道潼关那个地方冬天是很冷的，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潼关都快被炸成焦土了，可是万子清始终按兵不动，没有开炮还击，像是一个真正的忍者。最后那3天，我们3个人在没有粮食、没有水、零下30度的气温下，一直坚守着，和他做着最煎熬的心理较量。那么冷的天，不吃不喝，还能活着，你逗我呢吧？只能喝自己的尿了。你猜，我们3个人躲在哪儿了？哪儿啊？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喝尿？喝谁的？谁有喝谁。问到最后，你也没问问他。你既然尿都喝了，命都可以不要了，那你大老远你来我们中国，你图啥来？他说咱家有好东西，他家没有，但他又需要这东西，他就来了。人家说咱家人虽然多，一人一个心眼儿，各顾各。人家人叫啥？一心。万众一心？差不多是这意思。别说了，来都来了，想个招跟他们对着干吧。我们家有好东西，他们家没有。就来我们家抢啊！这他娘是什么道理嘛？谁叫你们家的人都各顾各呢？人家说的没错。你想想当年你那样，给你口吃的，给你俩钱儿，你就伺候人日本人去了。你家有好东西，我也去抢，不抢白不抢。现在我真是觉得当年万子清是挺不容易。是嘞，你看啊，当时万子清领着国军，护着重炮，站在明处了。那石瘸子，他趴在地下，那破坏咱重炮是在暗处，明枪一躲，暗箭难防啊。所以说，咱们的胜算还是很大的。咱们现在就像当年的石村。咱们在暗处，他现在像当年的我，在明处。哎呀，什么明了暗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咋去想个办法把他那飞机给炸了。哎，你不说你要让那瘸子当你的通行证吗？你通行证来。おいお前ら何やってんだおいおい何やってんだおいおい误会，我没有通行证，他听不懂，没事儿，误会啊。什么？彼はな、俺の友達だ、親友だ。覚えとけ。今後彼がどこへ行こうが、
決して止め立てすることはならん。はいはい。返事は。今。我想进去一趟。以后遇上事儿多想几遍，想不出来想100遍。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兄弟。兄弟。最近飛行機の離発着が減ってきたな。なぜだ。空軍に聞いたところ燃料の不足だそうです。ああ、いや西へ進む計画は延期だな。そうですね。結局西へ行くのか南下するのか、参謀本部も頭を悩ませている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戦略物資の不足、伸びきった補給線、
俺はどうにも動けんぞ。さてどうしたものか。大佐、まだ作戦を考えるつもりですか？すでに6個目です。大佐が戦わないことも帝国にとっては一つの損失です。この作戦には一つ弱点がある。大きな弱点だ。どんな弱点ですか？ファン・ジェンドンが解決してくれるよ。中国語で言ったら同じ穴の無地なってことですか？そこまで言うか？怎么这么闲啊？我刚才在做攻防战术推演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破绽。我想听你说一说，借你的智慧一用。我打仗也不懂，你问我也没用。哼，可你懂马呀？驯马没错，问马就对了。我的马队速度快，机动性强。可我发现，如果我的敌手一旦接近了飞机，我的那些马能不能不受飞机轰鸣的干扰，尽可能的靠近飞机，全歼敌手？你是说你那些东洋马是害怕这飞机？是啊，这些马原来只是巡逻，并没有真正靠近过飞机。你笑什么？我呀，原来有一回给人押货，要经过一片沙漠，这商家呢就雇了一匹骆驼。我们刀客哪见过骆驼呀？从来都是骑马。结果这马呀，一见了骆驼，呵就炸了锅了，跑的到处都是，那货也扔的四处全是。那后来怎么样了？结果我花了5天的时间，就牵着那马在那骆驼面前来回的溜，那么溜来溜去，他们俩熟了，不害怕了，这才上的路。我亏了50多两银子。有意思。好，方振东，从今天开始，让马们习惯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我就通知我的守备队，你可以自由出入机场。啊，对了，你先骑那匹黑马去。你倒挺会算计，你是心疼你那些东洋马啊？你不是说我们东洋马水土不服吗？是吧？好，谁让我拿你当兄弟呢？这兄弟，我啥话不说了，我答应你。